然而芬妮还是把钱交给了雷诺，让他去处理这件事。芬妮只有一个要求，只要不出人命就行。随后，雷诺把凯西安全地送回了家。芬妮给他开了一张支票，虽然他的儿子被子弹擦伤，而另一边，老米拿到100万奖金后，就开启了新的生活，还在这里交了新的朋友。他经常帮邻居照看女儿，女人却满脸是伤。牛仔男已经对女人变本加厉，然而这时，老米找女人要了一瓶镇定剂，然后放在了牛仔的烤肉里。晚上，所有人都离开之后，镇定剂的药效也已经起了作用。看着昏昏欲睡的牛仔，老米直接把对方推进了泳池。他想要造成对方溺水身亡的假象。他在昨天完美的处理了一起绑架案，还让受害者成为了英雄，这让雇主的女儿看上了雷诺的能力。原来女人叫佩奇，经营着一支橄榄球队，但是她的球员却有个癖好的资金。随后，雷诺找到了当事人，男人名叫卡尔。他一看雷诺就知道是来给自己送钱的。卡尔已经拒绝了好几波人，但是没人给他50万。然而他还是选择放过了对方。雷诺让他收下这笔钱，还承诺会帮助他重新开始。在雷诺的努力之下，卡尔终于同意了这个方案。然而在去往球场的路上，雷诺接到了佩奇的电话，对方让他把卡尔带到一所酒店。他说律师已经等在了这里，需要卡尔签署一份保密协议。在雷诺的坚持之下，卡尔最终收下了支票。随后，雷诺来到了女儿的房间，为了帮助卡尔，他错过了和女儿共进晚餐的约定。艾比把他的那份食物拿去喂了狗，两人的关系还是没有缓和。第二天，雷诺来到了自己的公司，而丽娜却提出了辞职。雷诺没有挽留，他已经知道丽娜打算自己创业了。原来就在昨天，阿伟找到了丽娜，他被雷诺赶走之后，就自己成立了一家公司，还让丽娜跟自己合伙。就这样，雷诺成为了一名光杆司令，而另一边，老米却混得风生水起。他杀了牛仔男之后，对方手下的红色产业链便无人看管。老米捡了一个大便宜，把这些活生生的赚钱机器收入了囊中。老米不但让女孩们给客户提供特殊服务，还提供面粉让女孩们售卖。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他就能成为一个有钱的老头。而此时，泰瑞在监狱陷入了麻烦，他因为失手杀害了一名囚犯，迎接他的将会是疯狂的报复。好在雷诺收买了一名狱警，对方把他单独隔离了起来，还让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。然而医生出去后，却遭到了囚犯的袭击。因为这件事，泰瑞被带出了隔离区，关进了普通牢房。在这里，他绝对活不过第二天。雷诺得知这件事后，马上就找到了泰瑞的法官，他想要用钱去贿赂对方，然而却被法官赶了出去。无奈之下，雷诺只好找到了兰克，因为萨利的案子，他现在成为了调查局的主管。雷诺让他去找法官求
用手机换了3个点的股份，还知道自己的女儿为了达到目的，跟州长做了一场权色交易。这一刻，两人都失去了所有，他只能靠自己建设足球场。执法部门就盯上了老米，他们已经掌握了老米的违法证据，还把老米请到了局里喝茶。但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老米，而是老米的商家。他们是一个黑帮家族，不单单从事面粉生意，还做起了贩卖女孩的勾当。可是执法局却没有指控他们的证据，所以就想让老米做他们的内线。他们威胁老米，如果他不配合，就会起诉老米和他的2个儿子。因为邦奇和达利也参与了老米的生意。晚上，老米一家举办了全员聚会。雷诺最近勾搭上了雇主的女儿，和妻子的关系也有所缓和。他的事业和家庭都迎来了第2春。然而今天聚会的目的是因为邦奇交了女朋友，丽莎是一个女摔跤手。虽然两人刚刚认识没多久，但他们已经决定明天就举行婚礼。而老米明天要配合执法局的行动，但是他却没有说出这个秘密。第2天，执法局的人员已经蓄势待发，然而老米却迟迟没有出现。原来老米不敢得罪这个黑道家族，老米又一次选择了逃跑。他放了对方一个大鸽子。而另一边，雷诺找到了邦奇，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。身为哥哥的雷诺非常的高兴，但也有一点担忧，毕竟婚姻不是儿戏，和艾比几十年的婚姻让他深有体会。雷诺不确定丽莎是否真的爱着邦奇。然而这时，敲门声响起。执法局的人因为找不到老米，他们直接抓走了邦奇，而雷诺根本毫无办法，他还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。随后，雷诺来到了警局，向负责人打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对方直接告诉雷诺，邦奇因为拉皮条和贩卖面粉，将会面临7年的有期徒刑。他们有证据表明邦奇一直在帮助老米的生意。听完对方的话后，雷诺明白了他们的意图，对方想用邦奇引出老米。雷诺直接提出了一个交易，他打算用老米来换取邦奇的自由，而警长痛快地答应了下来。然而此时，老米已经决定逃离这个国家，他还不知道执法局已经抓了邦奇。而雷诺经过多方打听，终于在一家旅馆找到了老米的线索。雷诺把邦奇的事情告诉了老米，让老米跟自己去警局。然而没有想到，
老米却拒绝了雷诺。他觉得雷诺当初能够把泰瑞救出来，也有能力救出邦奇。看着老米竟然再一次丢下儿子不管，雷诺非常的失望。Go ahead, Mick. Do what you always do. Make a run for it. 雷诺的话刺痛了老米的良心，这一次他决定不再逃跑。随后，雷诺用老米换回了邦奇，他把邦奇带到了教堂，和丽莎举行了婚礼。而此时，老米却拿着手提包找到了自己的上家，里面装满了现金。老米告诉他们，自己因为生意扩张，需要更多的女孩，而对方直接给了老米一叠女孩子的照片，上面还清楚地标明了每个女孩的价格。看着这群青春靓丽的女孩，老米却黯然神伤。原来老米的身上已经被安装了摄像头，刚才的一幕都被执法局记录了下来。这次就算自己不用坐牢，也难逃上家的报复。而另一边，雷诺也遇见了麻烦。当初的调查局局长因为雷诺丢了乌纱帽，现在成为了基金调查公司的小职员。他发现雷诺和芬尼家族关系密切，还得到了球队联盟的股份，这让他联想到瓦克的失踪。他怀疑就是雷诺杀害了瓦克。随后，艾德调查了失踪的瓦克，却没有想到他发现竟然是阿维冒充了瓦克的身份，还用他的护照离开了这个国家。这更加坚定了艾德的想法。他知道瓦克肯定已经出事了。而另一边，雷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。他现在是芬尼家族的安全主管，却没有想到他在庄园见到了艾德。雷诺一眼就认出了对方，可是两人都装作互不相识。艾德想要找芬尼询问瓦克的去向，而雷诺害怕芬尼会说漏嘴。他再三提醒芬尼，对方是调查局的前任局长，而芬尼担心的却是雷诺。在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，他把凶器从楼上丢了下去，而丽奈已经等在了这里。他们就这样化解了眼前的危机。警员对房子展开了搜查，最终只能无功而返。他把这个结果告诉了领导，然而领导却没有责怪。原来他们手上还有一张王牌，佩奇已经打算为父亲的证词作证。有了芬尼家族的支持，雷诺这一次还是在劫难逃。而另一边，阿维挖出了瓦克的尸体，把他和艾德一起装进了车里。为了防止事情败露，他建议雷诺也杀了对方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丽娜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她的脸上写满了紧张。原来佩奇已经在去往警局的路上，雷诺连忙赶了过去。他在佩奇进警局之前拦住了对方。雷诺告诉佩奇，自己并没有杀害瓦克，而佩奇似乎早已猜到自己的父亲才是杀害瓦克的凶手。不过为了家族的声誉，佩奇并没有打算去背叛自己的父亲，而雷诺也没有强求，他选择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佩奇。然而没有想到，佩奇竟然推翻了芬妮的证词，还说自己亲眼看见父亲杀害了瓦克。为了让自己的证词更有说服力，佩奇还揭露了父亲和丈夫的关系，他们两个才是真正的情侣。随后，佩奇去看望了自己的父亲，也许是出于内疚，佩奇非常真诚地把芬妮夸赞了一遍，而芬妮还不知道女儿背叛了自己。
You're being sentimental. 佩奇离开后，雷诺把瓦克的尸体带到了这里。随后，雷诺把艾德丢到了他的公司门口。虽然对方视他如死敌，但雷诺还是选择放过了对方。处理好一切后，雷诺找到了自己的父亲。因为老米得罪了黑帮家族，雷诺想让他离开这里，然而老米却说什么都不肯离开，两人还因此大打出手。结果雷诺还是拿他毫无办法。然而第二天，这个黑道家族就对老米展开了报复，他们用机枪对房子进行了无差别扫射。好在这时，雷诺赶到了这里。却没有想到，老米毫发无伤，而泰瑞却中了一枪。雷诺把对方送入医院进行了抢救，然而情况却不容乐观。随后，雷诺接到了阿维的电话。原来阿维调查了这个黑道家族，他们不但睚眦必报，还有一套斩草除根的计划。他们会报复仇家的每一个家庭成员。如果这件事不能解决，那雷诺的家人也有危险。第二天，雷诺和阿维就展开了行动。他们打算先下手为强，却没有想到老米已经抢先一步。他直接开枪打死了看门的小弟。情急之下，雷诺也只好加入了战场。经过三人的默契配合，他们解决了现场的黑帮成员，而雷诺也中了一枪。不过他没有去医院，而是来到了教堂。他对着神父进行了虔诚的忏悔。这一刻，雷诺觉得自己有罪。他不但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，还让家人陷入了危险。这个像神一样的男人正在接受心理康复治疗。原来在这个国家，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儿童受到了牧师的侵犯，教会因此成立了一个部门，专门为受害者提供心理治疗。而雷诺也是其中一名受害者，他亲手杀死了侵犯自己的神父。然而教会还是决定为他提供帮助。雷诺一边自我救赎，一边努力缓和自己的家庭关系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妻子艾比已经得了乳腺癌，而艾比没有告诉任何人。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切掉自己的乳房。随后，雷诺找到了女儿布莉，她现在正处在青春期，因为父母关系不好，她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。雷诺希望她能够回家一起吃个晚餐，并承诺自己会做出改变。然而回到公司，雷诺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就把家庭聚餐的事忘了个干干净净。随后，雷诺赶到了一家汽车旅馆，看见一个女人匆匆离开。雷诺没有在意，而是来到了2楼，却看见一个持枪的男人，表现得一脸担忧。原来男人叫托克，是上一届的冠军拳手，而且身价早已过亿，曾经在教会给雷诺提供了不少帮助，而现在却遇见了麻烦。托克囚禁了一个男人，而且对方竟然是一名警察。原来对方知道了扎克的丑闻，托克不但吸食了面粉，还出轨了一个女人。如果事情败露，这会毁了他的家庭，还有职业生涯。扎克请求雷诺一定要帮助自己。随后，雷诺让扎克先回家，然后和警员聊起了家常。雷诺想要用钱收买对方，他不断的好言相劝，还和对方举杯同饮。原来雷诺已经让手下调查了警员，他曾经因为酒后驾驶遭遇了停职，而这也是雷诺的计划。没过多久，警员就喝得有点迷迷糊糊，雷诺将对方扶上了警车，然后开车将对方带离了这里。路上还不断的告诉对方，6周后自己的助理会联系他，还会给他一大笔钱。I don't understand any of this. Why 6 weeks? Because that's when you'll be getting out of rehab. 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? When am I going to rehab? Keep getting DUIs, Vincent. What? Oh, shit! 强烈的撞击让两人都发生了短暂的眩晕。雷诺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把对方拖到了驾驶室，伪造成是对方酒后车祸现场。警员会因此被送入康复中心，而雷诺相信对方为了钱会帮助扎克保守秘密。随后，雷诺来到了扎克的庄园，他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摆平了一切。然而没有想到，扎克却依然表现得很担忧，因为他出轨的那个女人还不断地给他发短信，威胁自己会毁了他。原来女人叫玛雅，是扎克同父异母的姐姐。在扎克13岁的时候，25岁的玛雅就引诱了扎克，而扎克长大后想要结束两人的关系，他给玛雅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，然而玛雅还是不肯放过扎克。第二天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玛雅来到了一家电视台，她想要揭露自己和扎克的关系，而且还是用直播的方式。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
扎克的庄园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，他们都想要拿到第一手消息，而扎克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等待命运的审判。他在今晚有一场比赛，奖金是5500万米刀。扎克让雷诺随意开价，只要对方能替他摆平这件事。随后，雷诺的助理丽娜来到了电视台，她伪装成了电台工作人员，然后找到了玛雅。她以安装话筒为由，把对方骗了出来。It's just this way. The fuck? You need to come with me. Fucking cunt. You motherfucker! Jesus Christ. You didn't have to do that. Yeah, I did. 就在电视直播即将开始的时候，电视台才发现女人已经失踪。原本想要看笑话的他们，结果自己成为了一个笑话。而此时，雷诺已经把女人囚禁在家中，还让丽娜24小时看住对方。然而这时，新的麻烦又来了。雷诺接到了手下阿维的电话，原来是雷诺的父亲老米已经被调查局逮捕，他们要控告老米血洗了一个黑帮组织。雷诺虽然不喜欢老米，但是他不能袖手旁观，因为他也参与了那次的黑帮屠杀。随后，雷诺来到了调查局，他和局长做了一个交易。雷诺知道对方的目标是科夫，对方是个臭名昭著的走私犯。雷诺决定用他来换取老米的自由。回到公司后，雷诺让阿维调查了科夫的行踪，还决定把血洗黑帮的事嫁祸给对方。随后，雷诺来到了一家洗浴中心，他在这里见到了自己的目标科夫。为了得到对方的信任，雷诺和他闲聊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两人就一起走出了洗浴中心。雷诺趁着对方不注意，直接将对方弄晕了过去，还把他塞进了自己的后备箱。随后，雷诺把科夫交给了局长曼西，还把血洗黑帮的武器藏在了他的办公室。科夫因此成为了替罪羊，他原本就有走私的案底，现在估计要牢底坐穿了。而曼西也信守了承诺，他无条件的释放了老米。雷诺知道老米是个惹事精，他给对方买了一张车票，要求老米离开这座城市。然而临走前，老米恬不知耻的提了一个要求，原来他想要打劫一家赌场，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没法完成，希望雷诺能够帮助自己。然而结果不出所料，雷诺果断拒绝了老米。处理好一切之后，雷诺回到了家中。就在他准备入睡的时候，楼下却传来了动静。雷诺以为是女儿在外回来，他来到了楼下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好在艾比及时出现，雷诺捡回了一条小命。然而雷诺却没有选择报警，而是叫来了阿维和丽娜，让他们私下处理尸体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科夫对自己的报复。随后，雷诺来到了局长曼西的家里，却没有想到对方已经惨遭杀害。雷诺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去监狱见了科夫。雷诺希望对方能就此收手，他说自己是被曼西胁迫，承诺可以做任何事来弥补对方。然而科夫却没有给雷诺赎罪的机会，他直接当着雷诺的面掏出了自己的小麻雀，隔着玻璃尿在了雷诺的脸上。为了守护家人的安全，雷诺又找到了一个女人，尼亚是科夫的情妇。因为科夫被抓，让他们损失了不少钱财，不过尼亚还是给了雷诺一个机会，只要他能够赔偿损失，还能把科夫从监狱解救出来，就会放过他的家人。回到公司后，雷诺拿出了所有的积蓄，不过想要解救科夫，只有2个办法，要么收买案件的负责人，要么他自己去自首。晚上，雷诺来到了一家酒吧，但他不是来喝酒的。原来曾经的调查局局长就在这个酒吧驻场。艾德对雷诺恨之入骨，可是又拿他毫无办法。然而听到雷诺有事相求之后，艾德狮子大开口，直接就是400万米元。原来雷诺想要找一个人的黑历史，用来解救科夫。艾德是曾经的局长，他的手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经过几番讨价还价，艾德答应只收他200万，不过他要求雷诺为他唱首歌。无奈之下，雷诺只好硬着头皮走上了唱台。Come on! I know you're weary. I know you're weary. Sing! Don't include me. Still here we are. Both of us lonely. Come on, commit. Longing for shelter from all that we see. 唱完歌之后，雷诺找到了老米，因为他现在已经身无分文，根本拿不出给艾德的200万。为了解决麻烦，雷诺只好答应和老米一起去打劫，这让老米非常的震惊。他从未想过雷诺会加入自己的计划。你知道开赌场的有多豪横吗？他们把400万的现金装进了玻璃箱中，然后在大厅公开展览，因为这会让客人的肾上腺素飙升，然后疯狂的兑换筹码。
而老板不知道的是，他的这笔钱已经被人盯上了。一个老头招揽了2名手下，他们决定打劫这家赌场。就在晚会活动进行一半的时候，他们关闭了赌场的电闸，现场变得极度混乱。而歹徒戴上了夜视镜，他们打算就这样把箱子扛回家。No! Hey! Keep the goggles on, it's not time yet! Move, people! Move! 老米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被手下套路了，玩了一辈子的阴，居然被小鸟啄了眼睛。几天之后，老米带着雷诺回到了这座城市，他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钱。2人抓住了其中一个叛徒，老米不断的追问钱的下落，可男人死活不可开口，而雷诺直接朝着对方的脚趾头开了一枪，男人立马就乖乖就范了。随后，男人带着2人来到了他们的藏身之所，为了活命，男人只好让同伴把钱拿了出来。然而这时，对方的情绪突然失控，他把汽油倒在了钱袋子上，得不到就要将它毁掉。雷诺只好上前安抚对方的情绪，还承诺会给他留一笔钱。可就在这时， Throw the fucking can! What did I say? What did I fucking say? Stole my money. 随后，雷诺拿着钱准备回洛杉矶，而老米却提出了不同意见。他想拿着一半的钱离开，因为他看上了赌场的一个妹子，承诺会带她一起走。这让雷诺非常的无语，因为他们现在还并不安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。 就在雷诺对汽车进行抢救的时候，老米却偷偷把电话打给了姘头，还把自己的位置告诉了对方，希望他能过来找自己。而老米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女人已经被赌场的人控制。他没有等到对方，而是等来了警察和赌场的老板。原来对方早就怀疑是老米偷了他的钱，因为老米在他的赌场工作过。不过老板拿回钱后，并没有为难2人，只是让他们永远不要出现在自己的城市。随后，雷诺和老米离开了这里，辛辛苦苦好几天。 结果1毛钱都没有捞到。不过雷诺并没有责怪老米，他现在担心的是，如果自己拿不出200万，就无法救出监狱里的科夫，那他的家人就永无宁日。得知情况后，老米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准备去警局自首，用自己去换科夫的自由。而雷诺没有拒绝，他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老米这是要把牢底坐穿的节奏。几天之后，科夫就被无罪释放，因为老米已经顶替了他所有的罪行。而雷诺找到了尼亚，以为他们的恩怨就此结束，却没有想到尼亚却看上了雷诺。 他要求雷诺为自己做件事，尼亚把雷诺带到了一个小房间，他竟然想让雷诺满足一下自己，这让雷诺没法拒绝。2人当场就切磋了一下。随后，雷诺找到了科夫，还带来了一笔现金。他对自己的鲁莽行为道了歉，却没有想到科夫不但没有计较，还想让雷诺为自己做事，因为他手上就有现成的活。原来科夫的床上躺着一具女孩的尸体，他在刚刚粗暴地发泄了自己的兽欲，还夺走了女孩的生命。随后，雷诺把尸体带到了码头，科夫要求他将女孩装进货物，把尸体运到海外焚尸灭迹。 雷诺看着女孩的尸体，陷入了悲伤。他知道科夫做着贩卖女孩的勾当，只要科夫还活着，就会有更多的女孩受到伤害。这一刻，雷诺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违背了自己的工作原则。Look at me! 这个老头为了保护家人，果断地选择了自首。他因此被判入狱350年，少一天都是对他的不尊重。因为他承认自己枪杀了8个人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那他这辈子是衣食无忧了。然而该来的还是来了，被老米端掉的黑道家族，还有残留的余孽，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凶手。得知是老米做的这一切之后，他们安排了一个亡命之徒，让他去监狱里干掉老米。就这样，杀手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监狱，还见到了自己的目标老米。他正在寻找时机向老米下手，而老米对此还毫无察觉。另一边，雷诺拿着100万现金，找到了曾经的调查局长艾德，他想要救出监狱里的老米，因为他在昨晚杀害了科夫，老米因此在监狱里失去了保护。他承诺救出老米之后，还会再给艾德100万。随后，艾德找到了负责老米案件的检察官，他和对方做了一个交易。原来艾德的手上有一个喜剧巨星的猛料，对方曾经杀害了一个人，当初就是艾德帮忙处理的凶器。然而他却不知道尸体的下落，只要他们能够把尸体找出来，检察官就答应会立即释放老米。随后，雷诺找到了老米，他知道对方现在非常危险，因为救出对方需要时间。雷诺给老米出了一个主意，让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基佬，那他将会被关在保护性单间。随后，老米找到了典狱长，
对方问了一些关于同性恋的问题，他要确定老米是否真的是个基佬。So how long you been gay? Long as I can remember. Because where I'm from, you gotta hide it. And I tried. Got married, had 5 children. But it was never who I really was. 老米因为曾经在监狱待过，他对基佬的情况非常熟悉。典狱长对他的话并没有怀疑，不过他还要跟熟悉老米的人确认情况。老米暂时还不能住进保护性单间。然而这天，老米正在吃饭的时候，杀手主动找到了他，对方想要骗取老米的信任。然而这时，典狱长找到了老米，他要老米给他家人的电话，以此确认他是否是个基佬。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，杀手把毒药放进了老米的粥里，却没有想到老米的狱友贪得无厌，他偷偷吃了老米的那碗稀饭。Hey, that's my fucking lunch. You want it back? Oh, now you're fucking slobbing it. 而此时，典狱长把电话打到了雷诺的家里，却意外的被康纳接到了电话。雷诺已经跟自己的兄弟打过招呼，但是康纳对此毫不知情。当他听到对方问老米是不是基佬的时候，康纳当场就发飙了。I'm saying you're the fucking homosexual. Who is this? So you're stating that Mickey Donovan is a heterosexual? He's got 4 fucking kids and like 1,000 ex-girlfriends. Go back to jerking off. I'm fucking busy. 老米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孙子居然坏了他的大事。而此时，老米的狱友突然肚子痛了起来，他表现得非常痛苦。老米想要找人帮忙，却看见典狱长朝他的房间走了过来。老米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连忙脱下了自己的裤子，然后对着老头的后背就开始拱了起来。典狱长原本是来询问老米的，看到这一幕后，他确信老米就是一个基佬。然而典狱长离开以后，他的室友老头就倒在了地上，对方因为毒药发作，已经一命呜呼。没过多久，监狱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室友，却没有想到对方竟然就是那个杀手。晚上，杀手就躺在老米的上铺，他已经准备今晚就送走老米。然而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狱警打开了牢房，因为典狱长确认老米就是一个同性恋，监狱给这种人专门准备了单间，老米因此躲过了一劫。而另一边，雷诺经过不懈努力，他找到了喜剧巨星藏匿的尸体。有了这些证据，检察官足够起诉这个巨星，他会因此名声大噪，也许还能连升3级。老米跟这比起来，简直不值一提。老米因此被无罪释放，他又一次全身而退。只能说，这真是该死的资本主义。科夫的尸体被运到了俄国，身为战斗民族的黑帮组织，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就这样，他们的老大坐上了私人飞机，打算去洛杉矶处理这件事。而此时，尼亚也知道了科夫遇害的事情，他们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了科夫遇害那天的监控，可以确定就是雷诺杀害了对方。尼亚表现得有点害怕，因为他和雷诺的关系有些亲密，而走私集团的老大是他的叔叔。他知道德利心狠手辣，对方会杀了雷诺还有他自己，因为他身边的2个男人也是他叔叔德利的手下。他们已经知道了科夫的死亡真相。随后，尼亚带着女儿来到了雷诺的家里，他希望雷诺能够帮助自己。尼亚想带着女儿逃到国外避难，可是他现在已经被人监控，根本没有办法离开这座城市。面对这个帮助过自己的女人，雷诺没有拒绝。随后，丽内穿上了尼亚的衣服，因为2人样貌相似，他以此引开了监控尼亚的人。而另一边，阿维来到了一个办公室，他要解决另一名知情的律师，却没有想到他在这里遭遇了埋伏。原来德利已经提前到达了这里，阿维被他的手下胖揍了一顿。而此时，雷诺已经把尼亚送上了私人飞机。就在飞机起飞后不久，雷诺就接到了德利的电话，他控制了阿维，要求雷诺用尼亚来交换。可是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第2天，雷诺找到了德利，他承诺会弥补对方的损失，还会给对方一大笔钱。2人达成了一个交易，可是雷诺现在根本拿不出多少钱。然而天无绝人之路，雷诺来到了拳王托克的家里。原来对方杀害了自己的姐姐，因为对方不但揭露了2人的关系，还不断的纠缠自己，这让雷诺有了一个主意。他帮托克处理了女人的尸体，然后让他在接下来的比赛打假拳。如果他在拳王赛上的第6轮输给对手，那赔率将是1比30。如果事情顺利，雷诺可以用200万变成6000万，而他则可以用这笔钱交换阿维。随后，雷诺带着托克找到了德利，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对方。托克也承诺会在比赛上输给对手。就这样，2人愉快地达成了交易。雷诺把自己押注的票据交给了对方，而德利也非常的干脆，他把阿维交给了雷诺，因为他相信雷诺不敢耍自己。几天之后，雷诺邀请德利一起观看比赛。
他们挑选了最前排的位置。就在德利以为自己能够进账6000万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托克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剧本走，他打败了对手，蝉联了拳王冠军，这让德利非常的生气。就在他准备坐车离开时，却没有想到阿伟已经控制了他的司机，德利也只能乖乖坐进车里。随后，他被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，阿伟直接在车里枪杀了德利和他的司机。而另一边，老米和邦奇来到了德利的住所，他们把德利的保镖杀了个措手不及。而雷诺拿着棒球棍来到了德利的画廊，他知道德利一直利用画廊走私面粉。雷诺把负责人打成了猪头，然后叫来了调查局主管兰克。原来这是2人的计划，雷诺负责端掉德利的犯罪组织，而兰克负责收拾残局，他因此得到了所有的功劳。如果不出意外，接下来兰克又要升职了。关注我，第5季见。